如果你只是偶爾刷刷 AI 新聞，那今天這事你當個熱鬧看就行。可如果你手裡有英偉達、有微軟，或者任何一只跟 AI 沾邊的股票，又或者你就是想搞明白中美這場科技競爭到底打到什麼程度了，那接下來這筆賬你必須親手算一遍，因為它直接改寫了你對這幾家公司的判斷。上個月我們剛說完一件事，字節跳动砸了56億美元去砸華為的升騰芯片，擺出一副要跟英偉達說再見的架勢。當時好多人都覺得，看吧，中國最大的那個算力買家要全面國產化了。可你猜怎麼着？就在這2天，彭博和 The Information 挖出來一個數字，字節的另一只手今年還要給微軟交超過10億美元，買的是什麼呢？恰恰是他明面上買不到的那個 OpenAI。就在前幾天，我们還在聊一件正好相反的事。Anthropic 的旗艦模型 Mesos 因為出口管制說關就關，美國一紙視同出口的命令，幾毫秒之內就能把一個全球服務整個掐斷。那期講的是美國手裡攥着一個能一鍵關停模型的開關，結果一轉頭我們就發現，同樣是頂級的 AI 模型 OpenAI 的 GPT 正順着微軟這條管子合法的源源不斷的流進中國，一邊是說關就關，一邊是堵都堵不住。朋友們，這中間的反差才是今天真正值得拆開看的東西。我把彭博的報道、微軟的財報，還有美國的出口管制條文前前後後對了好幾遍，越看越覺得字節這步棋一點都不擰巴。今天這期我就跟你掰扯清楚3件事。字節為什麼要兩頭下注？這事到底怎麼回事？這條買 OpenAI 的路明明被禁了，怎麼還能合法走通呢？以及最關鍵的，他撕開了美國這套芯片封鎖，一個誰都沒太當回事的大漏洞。先說第一層，這個10億美元到底是個什麼概念？我們過去看字節，標籤一直是英偉達全球最大的機構買家之一，這是他硬件買家的身份。可這次彭博捅出來的是他另一個一直沒被正眼看過的身份，微軟最大的中國 AI 客戶，注意是最大的，不是之一。這個買賣的盤子有多大呢？我給你幾個坐標。微軟2025財年總營收2817億美元，光是 Azure 雲這一塊，年化就衝過了750億，同比漲34%。這裡面藏着一個藏得嚇人的生意，就是把 AI 模型賣給中國公司。據微軟首席商務官在內部會議上透露的口徑， Azure 的 AI 收入在中國前一個財年漲了400%，到2025財年又差不多翻了3倍。你想想看，一個市場連着2年這麼個倍數往上竄，這在哪家成熟巨頭的財報裡都是稀客。那有人要問了，中國市场對微軟不是一直沒啥存在感嗎？沒錯，微軟總裁布拉德在國會作證時說過，整個中國區的業務加上 Windows、Office 再加上雲，全部湊一塊，也就佔微軟全球營收的 1.5% 左右，換算下來大概是42億美元。可就在這麼個小盤子裡，光字節一家的 AI 和雲支出，據報道就超過了10億美元。你品一下這個比例，這說明什麼？說明在中國，那個賣了幾十年的 Windows 和 Office 已經被這門轉售 OpenAI 的新生意悄悄地擠到了牆角。而且這事不止字節一家在幹，據業內推算，騰訊在 Azure 上的採購也到了數億美元，主要為的是它遊戲出海那一攤。美團跟着出海也有數千萬到近1億美元的消耗。倒是螞蟻集團公開跑出來撇清，說自己的核心系統
絕不靠外部模型。你把這幾家一擺，一張圖就清楚了。中國這些要做全球生意的大廠，幾乎都在微軟這兒排隊買 OpenAI。說到這兒，我得把那句利害關係再點實一點。自己怎麼花這筆錢，是判斷國產算力到底走到了哪一步了，最誠實的一張選票。他嘴上喊國產替代，身體卻還在給 OpenAI 掏錢。這個動作直接關係到你手裡的那點英偉達、那些中概股，甚至微軟股票該怎麼估值。說白了，市場上天天喊的敘事和這些巨頭真金白銀的動作常常是兩碼事。今天我們就順着錢的流向，看看真相在哪一邊。那就進入第二層，自己為什麼非要兩頭下注？這事想明白了，你就再也不覺得擰巴了。關鍵在於，他這兩只手幹的根本不是一件事。买升騰的那只手幹的是保命。在 H20 被禁，英偉達高端芯片買不到的情況下，自己必須給算力供应找個備胎，不然哪天徹底斷供，豆包、火山引擎這些核心業務就得停擺。這是供應鏈安全，是底線。可副 OpenAI 那只手幹的是另一件事，保競爭力。你可能不知道，字節在海外那一大堆 AI 產品，底子幾乎全是 OpenAI 撐着的。他那個面向全球開發者的智能體平台 Code 直接開放了 GPT 給用戶調。他那個海外的 AI 助手 Sisi 去年底已經更名叫 Dora， 底子就是 GPT， 在海外新興市場一路鋪開，日活突破了1000萬。 Google 商店累計下載超過5000萬。字節自己的發言人都公開承認過，這個應用用的就是通過微軟 Azure 授權的 GPT， 還有那個全球裝機10幾億的剪映海外版 CapCut 智能文案、視頻理解調的也是 GPT 的接口。你看明白了嗎？自己的出海全家桶，發動機艙裡裝的是 OpenAI， 那為什麼不換成自家的豆包呢？這就得說到那個最現實的差距了。按2026年出的公開測評，自己最新的豆包 Seed 2.0 Pro 在數學推理这種硬試題上已經能跟 GPT 打平，甚至反超。可在真正考驗硬功夫的複雜軟件工程測試上，豆包是 76.5 分， GPT 是80分，差了大概 5%。 更要命的是抗幻觉、保證事實準確這些地方，國產模型還是弱一截。你可能覺得 5% 沒什麼，可你想想看，一個海外用戶用 CapCut 剪片子，讓 AI 幫他寫段英文文案，寫出來的東西要是差那麼一點意思，或者一本正經的編了個不存在的事實，他下次可能就換別家了。在海外那種到處是成熟對手的市場，用戶就是這麼一點一點流失掉的，這 5% 差的就是命門。更別說海外那些合規要求，本來就盯着你用的是不是非中國訓練的模型，這一條就把豆包直接擋在門外了。可如果光看能力，字節大可以咬牙全用 GPT， 他沒這麼幹，是因為還有一本賬，成本賬。同樣處理100萬個 token，豆包的價格只有 GPT 的幾分之一，光說輸出，豆包大概只有 GPT 的1/6。算下來，國產模型在推理上能省下80%上下的成本。這就好比同樣炒一盤菜，自家廚房的材料錢只要別人家的零頭。所以自己的策略就清楚了，國內業務能用便宜的就用豆包，把成本摁到地板。海外業務要用最強的，要合規的，就掏錢買 OpenAI。你把這2本賬合起來看，那10億美元就一點都不奢侈了。字節2025年的總資本開支差不多是230億美元，絕大部分砸在了買硬件、建數據中心上。給微軟這10億只佔大概 4.3%，
到2026年，它資本開支還要往上漲，這個比例會攤薄到 2% 上下。換句話說，字節把 95% 以上的錢拿去重資產內化，自己囤芯片、練豆包，賭的是長期自給自足，只拿不到 5% 的錢去轻資產外包，租 OpenAI 的能力，保住眼下的競爭力。這哪是精神分裂，這是把雞蛋精準地放進兩個籃子裡。說到這兒，有個判斷我必須挑明，字節自己都不敢把寶錢壓在升騰上，這本身就說明國產算力到今天為止還是個備份，不是替身。我們上個月就留過一個問題，升騰的國產兼容下半年能不能實測跑通？字節這10億美元的 OpenAI 訂單其實已經替我們答了一半了，至少現在它還離不開。但是朋友們先等一下，字節這套兩頭下注能玩轉，有個大前提，那條買 OpenAI 的路得真能走通才行。可問題來了， OpenAI 白紙黑字的禁止中國大陸訪問它的服務，那字節這10億美金的 GPT 到底是怎麼合法買到手的呢？這就是第三層，也是這件事最巧妙的地方。這裡我得先糾正一個很多人想當然的誤會，不少人以為是微軟在中國境內靠着世紀互聯那套本地雲，偷偷把 OpenAI 轉售給了字節，不是這麼回事。世紀互聯運營的那個 Air 中國版是物理隔離在境內的本地業務，而微軟官方文檔裡寫得很清楚， Air OpenAI 這項服務恰恰把世紀互聯的中國期給排除在外了，模型壓根沒放在中國境內。那字節是怎麼用上的呢？真實的路子是這樣的，中國的大客戶通過一條跨境專線去調用微軟部署在境外的模型，比如新加坡，比如美國西海岸那些機房，人在中国，模型在境外，靠一根跨境的網線把它倆連起來。微軟扮演的就是中間唯一合法的過桥人。這裡還有一段更有意思的背景，其實早在2023年底，字節就因為被爆出拿 GPT 的輸出去訓練真六自己的模型，違反了 OpenAI 的服務條款，被直接停掉了開發者賬戶，直連那條路當時就被掐了。可字節轉頭就把整個海外 AI 負載搬到了微軟的 Air 上，因為微軟手裡攥着轉售 OpenAI 模型的那條獨家通道，從他這兒走，合法合規，賬戶也不會說停就停。你看 OpenAI 從前門把字節趕了出去，微軟又從側門把他請了進來。那 OpenAI 樂意嗎？當然不樂意。據報道， OpenAI 私下裡沒少跟微軟抱怨，說你把模型這麼大批量的賣給字節，賣給這種工程能力極強的中國大廠，又不做足夠的防護，人家拿着你的高質量的輸出，反手就去真六，去練自己的競品，這不是養虎為患嗎？你看，連這對穿一條褲子的盟友，內部都有了裂縫，國會那邊也盯上了。伊恩·麥克爾早就放話說，這個漏洞他擔憂好多年了，早就該堵上了。還有議員專門寫信給商務部，要求限制那些用華為雲的國家拿到閉源模型。可這條路到今天還是通的，還是合法的。這件事最耐人尋味的地方，不在於誰鑽了空子，而在於它能合法存在本身就揭穿了一個關於封鎖的真相。這就是第四層，美國這套芯片封鎖到底封住了什麼，又沒封住什麼？你仔細看美國的規則，會發現一個特別擰巴的設計。它2025年初那個 AI 擴散規則，確實把模型權重，也就是模型本體納入了全球管制。算力超過一定門檻的閉源權重要往外賣，原則上全球都得申請許可。對中國基本是推定拒絕。可就是這同一份規則，裡面又白紙黑字的寫着一句話：通過接口訪問 AI 模型或者租算力做推理，這兩件事
不在禁止之列。你品品這個細節，賣給你模型的本體管，讓你遠程用一下模型不管，這兩大意天差地別。我給你打個比方你就懂了。芯片是什麼？芯片是能看得見摸得着，能装进集装箱，能在海關被拦下來的磚頭。你想往中國搬一柜子的高端芯片，海關一查一個準。H20禁令一下，字節的硬件供應說斷就斷，這就是我們上個月講的那道坎。可模型的能力是什麼？模型的能力像水，它順着雲端這根管子遠程就流進来了。你能在國境上垒一道牆，把磚頭一塊塊的攔下來，可你很難堵住一根從境外接進來的水管。一個是搬磚頭，一個是拧水龙頭，這是兩碼事。更有意思的是，美國本来想管這根水管，他早在2024年初就提过一個針對雲服務的實名規則，要求雲廠商搞清楚境外客戶是誰，拿去幹嘛了。可這個規則提了2年多，到今天還躺在提議階段，從來沒有正式生效。文件裡把落地時間寫到了2026年底。不光這個，連那個管模型权重的擴散規則，2025年5月也被商務部宣布，暫時不執行新的合規要求。所以現在的局面就是，管硬件的那堵牆修得又高又厚，管模型那根水管的阀門卻一直停在圖紙畫好了還沒裝上的狀態，短期內不會真焊上。這下你就明白了字節為什麼敢兩頭下注了吧？他太清楚了，芯片那道門短期關死了，可模型這道門是吸引着的，他賭的就是這扇吸引的门短期內不会真焊上。甚至連出口管制的专家都在吵，模型这种通过遠程訪問來用的東西到底算不算出口？商務部管不管得着？法律上都還是一筆糊塗賬。所以真正該問的不是微軟該不該賣，而是這扇吸引的門還能開多久？我們來到最後一層，把視角拉高一點。同樣一件事，字節、微軟、英偉達這三方讀出的是3本完全不同的賬。對字節來說，這套兩頭下注買來的是一份從容。不管中美這盤棋接下來怎麼走，硬件斷供也好，模型收緊也罷，他都不至於一下斷糧。代價當然也付了。他2025年的淨利潤據報道暴跌了超過 70%， 錢砸在了 AI 基建裡了。可耐人尋味的是，他的估值反而因為 TikTok 那筆重組掃清了障礙，一路飆到了5500億美元。市場為什麼肯給這麼高的價呢？因為市場買的就是這份確定性，買的是他在任何一種遞延劇本裡都能活下去的能力。對微軟來說，這是一塊華爾街根本沒給他算進去的隱形收入。前面說了，中國區只佔他營收的 1.5%， 太小了。小到什麼程度？小到那些頂級分析師給微軟做估值模型的時候，乾脆把這塊直接忽略不計。你說諷刺不諷刺？一門連着2年漲3-4倍的生意，就因為絕對值不夠大，在報表裡非但不是增長引擎，反而被當成一個地緣政治尾部風險掛在那了。說白了，賺的時候沒人管他，出事的時候他第一個被拉出來當雷。也正因為這樣，這2天這門生意被擺上了台面，微軟股價跟着跌了近 4%。當然了，那主要是被美聯儲加息預期還有 AI 燒錢的擔憂拖累的。可這塊灰色生意被曝光的時機相當微妙。而對英偉達這件事是個提醒，字節再怎麼轉向國產硬件，它對最頂級模型的需求是實打實存在的，而且短期內只能靠 OpenAI 滿足。這說明什麼？說明模型和算力的需求這條線
比賣芯片那條線更難被地缘政治一刀切斷。芯片你能在海關攔，需求你攔不住。國產替代是條慢線，不是一個斷點。換個說法，只要中國大廠還得為最頂尖的模型能力買單，那這條需求的河流就一直在那。無非是水今天從英偉達的河道走，明天可能從 OpenAI 的河道走。河道會變，可水不會憑空消失。這才是給英偉達高估值兜底的最底下的那塊石頭。那回到你身上，這件事最值錢的地方在哪？不是記住10個億這個數字，而是學會去分辨資本的動作和市場的敘事中間那條縫。我總結了一個特別實在的判斷邏輯，往後你能直接套用。下回再看到誰在喊全面脫鈎，喊國產徹底替代，你別光聽他嘴上喊什麼，你去查一件事，他真金白銀的錢到底還在給誰交？自己嘴上轉國產，身體卻每年給 OpenAI 掏10個億，還是美金。這個動作比1萬句口號都誠實。誰能看懂這條縫，誰就不會被一條聳動的標題牽着鼻子走。所以你看，真正的脫鈎從來不是一刀兩斷，它更像是一條有先後順序的慢線。硬件先走，軟件後走，能力最後走。芯片那塊磚頭海關能攔得住，可模型的那股水順着管子還在往裡淌。字節硬件這隻腳已經邁出去了，可軟件這隻腳還穩穩踩在那扇虛掩的門裡頭。那你又怎麼看字節這種國產保命海外保上線的兩頭下注呢？是一步精算到位的聰明對冲，還是一個遲早要攤牌要做選擇的权宜之計呢？評論區告訴我你的判斷。如果你覺得這種幫你把錢的流向理清楚，把市場敘事和真動作拆開看的內容還有點用，記得點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咱們下期再見。